这个甜瓜啊，现在正处于膨瓜期啊，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个大水大肥的啊一个田间管理啊，这是一个啊，就是肥料呀一定就要跟得上啊。另外一个肥料可能大家不是特别注意啊，就是钙肥啊，钙肥的使用。实际上目前为止啊，在我所了解的一些种植户啊，大家虽然说啊，就是说知道钙肥的作用，但是在钙肥的使用上还是没有做到一个科学的使用。很多人使用钙肥的话，往往就是说我喷雾的时候啊，用上钙肥，用上个20克、30克啊。严格来说呢，在这个甜瓜的整个的施肥体系当中呢，养分管理上呢，啊，氮、钾、钙，这是排前3位的啊，其次才是磷啊、镁、硫这些元素。如果你仅仅是通过叶面去喷雾啊补充一些钙肥的情况下，它根本就满足不了甜瓜对钙肥的一个需求量啊。当然了，我们的水里面会含有一部分钙肥，土壤当中呢会有一部分钙肥在里面供食用，但是这个量呢还是寥寥无几的，完全满足不了对钙肥的一个吸收利用啊。所以种植户呢在种甜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钙肥的补充。钙肥的补充如果补充不到位，特别在甜瓜这一块会出现什么？到成熟期以后，你发现你这个甜瓜酒心儿，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所谓酒心呢，就是说成熟以后呢，那个甜瓜那个瓤啊，是一股酒味儿，发酵的酒味儿啊，这个往往就是因为前期钙肥使用不当造成的另外一个裂瓜出现的几率比较高这也是因为钙肥使用不当造成的。所以说呢，我们种甜瓜呢，除了我叶面喷雾要补充钙肥以外，一定要注意根部补充钙肥，因为根部的对营养元素的吸收才是主要的一个吸收，叶面呢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辅助的使用。所以说，对于种植户来说，在钙肥的使用这一块，以后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使用量，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达到什么呀？达到一个保质就是提升口感，因为钙肥用了得当以后它对甜度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呢，然后防止出现一些比如说刚才说的酒心问题裂瓜问题防止这些灾害它的一个发生。